嗨，大家好，今天我给大家分享我是如何做葡萄擦汁的。葡萄树呢是一种非常容易通过扦插而能获得的果树品种，它的成活率是非常高的。如果你的朋友、你的同事或者是你的父母、祖父母家有一棵你非常喜欢的葡萄品种，而你又想把它在你自己的小家庭当中也种植的话，那么恭喜你，你可以通过这种插枝的方法，非常的容易获得一棵新的葡萄苗。这个葡萄品种也就可以在你的家庭当中种植延续了。葡萄枝可以直接插在地上，选择一块比较背阴的地方，也不大容易有霜冻的地方，你可以直接插在地上。你也可以插在容器当中，这样你就可以把这个容器带回家里头，你就不会担心霜冻啊、雨水啊会损害掉你这个插枝。在插枝以前呢，需要把所有的容器都清洗干净，以避免有细菌带入。用于扦插的土壤，我是直接用这种专门是用于柑橘类啊或者水果类种植的混合营养土。你也可以用专门是用于插枝的介质土壤。这是我朋友家的葡萄剪枝，它呢是用潮湿的旧报纸包裹好，以防止水分的流失。它是从它的葡萄枝上剪下来以后直接送来我家了，所以我也就马不停蹄地开始处理，这样呢是有利于它的成活率的提高。葡萄插枝的选择呢，一般是选用这种1年生的比较强壮的新枝就可以了。我们要在最下面的那个芽点的下方，靠近这个芽点的地方剪去，但我们也要同时保证在这个上面还至少要有3个芽点。大家要仔细分辨好哪一个是上面，哪一个是下面。如果你插反了的话，是不会生根的。葡萄1年生的新枝跟老枝其实是蛮好分辨的。大家仔细看，这是1年生的新枝，比较偏红一些的棕色，表面呢也比较光洁亮丽。插枝的时候，有的人是喜欢用生根粉，在生根粉里头蘸一下再插进去。我呢是省了这一步，我觉得没有必要，葡萄是很容易生长的。现在大家看到的是一个比较老的葡萄的老枝，上面表皮都已经基本上是开裂了。这根也是比较老的葡萄的老枝，那上面的呢就是葡萄的新枝1年生的，下端的那个是可能有2年了，所以新枝和老枝还是比较容易分辨的。但这个老枝呢也是可以扦插的，成活率可能稍微会小一点，但也是可以扦插的。而且我把这2个老枝插到我的外面的土壤当中，也是成活了的。在扦插的时候，我们要把最下面的那个芽点要插进土壤当中，一直要插到让土壤的水平接近到上面第2个芽点的位置，但第2个芽点不要埋进去，一定要保持在土壤的上方。最后浇透水，放在家里暖和但是阳光照不到的地方，要时不时的回来检查浇水，使土壤保持潮湿。这是我扦插的葡萄枝刚刚开始萌芽的状态，有2个比较早的已经开来了，后面的2个大盆当中的暂时还没有什么大的动静，但是也已经开始处于萌发状态了。这一盆里头插了2枝，是因为我第5枝的时候舍不得丢掉，我就直接往旁边一插，所以它也成活了。等到户外的霜冻全部过去以后，你那个葡萄的插枝就可以拿出来，刚开始的时候拿出来几个小时太阳里头见一见。那么像这样子让它适应1个礼拜，每天稍微延长一点在户外的时间，适应一下户外的气候以后，你就可以用这个
新的葡萄藤去种到你永久性的一个地方去了。因为我一个永久性的地方还没有准备好，而且气温我觉得还不是太稳定，所以呢，我今天呢把它换一次盆。在换盆的时候呢，我正好也想看一看它的根部的情况到底长成什么样了，我也给大家分享一下。换盆之前，当然你要把所有要用到的那个花盆、旧花盆全部要清洗干净，这一步不能省。大家不要以为反正一会儿也是放的泥土，所以这个土不拉几也没关系。不，你一定要把它洗干净。在换盆之前的1小时，你要把这个所有的秧苗也好，这种插枝也好，全部浇透水，这样呢，泥土跟花苗的根就不会脱离，有利于保护根系。这只秧苗上虽然是小小的，可是长了一串比较大的葡萄籽。换盆的时候，你把这个盆四处挤一挤，让它跟这个花盆的壁松脱开来，同时呢，在最底下的时候，你用手指把它顶一下，整个一团泥就出来了。这是现在看到的就是根系的情况，这是肉嘟嘟的根呢，我还真没有看过这葡萄的根呢，好像发展的不错，里头蛮多，比较粗壮，看起来。枝条当时插枝的时候，底下是有一个拐弯的一个小短枝，所以呢，我在换盆的时候要把它扶准，所以这样呢，这个秧苗往上长的时候就比较直立的，比较好看一些。这也就是说，大家如果说是自己去剪枝的时候，要去挑这种比较直的枝条，这样子新的葡萄苗就会比较挺立一些。在这个葡萄插枝的位置预放好以后，你就可以在四周填上营养土。营养土的高度尽量不要超过原来它这个营养土的高度。填完以后，在四周再压实一下就好了。大家如果把它放在户外的话，最好再插上一根支持的小棍儿，让它们绑在一起，这样风就吹不倒了。如果你在换盆的时候很不巧，所有的泥土全部散落掉了，那你要怎么做才能最大限度的减少对这个根系的伤害呢？比如说像这一盆，我把2根葡萄的剪枝插在一个盆里头了，那么你在种植的时候，或者你在换盆的时候，那你要把它分开来，那你在分的过程当中，所有的泥土就有可能全部掉落。那你要怎么做，你才能保证这个根系受到最少的打扰，保证这个成活呢？大家可以仔细的看一下这个树根的结构，这个中心点在比较高的位置，而所有的树根是倾斜的往下生长的，所以你在准备这个泥土的时候，你要有意识的把泥土往中心点堆起来，这样这个中心点在这个泥土的最高点，那四周的根系就会往下生长。不管你是在盆里头种植，还是在外面的土壤里头种植，如果不小心根全部暴露出来以后，你要顺应着这个根系的天性，让根系往下生长，而不是胡乱的把根系全部埋进土而已。把这个根系全部分布好以后，顺着它的天性以后，你再把所有的泥土放进去。当然，你最好的情况是泥土不要散落下来。那如果一旦出现泥土散落的话，你就要注意把根系顺着它的天性分布好。这不光是葡萄是这样，其他的果树，如果你是买的果树是裸根的，那你也要这样种植，你才能保证这棵树比较健康的成长。好，今天的分享我就到这儿为止。信息对你有用的话，欢迎你给点个赞鼓励一下，也欢迎你订阅和分享。我们下回再见，拜。